马克龙夫妇的浪漫爱情故事，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都十分的炸裂，更何况他是一国的总统。马克龙出生于1977年，他所在家庭是法国标准的高知家庭，父亲是公立医院的神经性教授，母亲则是一名医学博士，在市社会保障局儿科医学当顾问。曾经马克龙自述过，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。我的家庭史就是一个拥护共和政体的地方家庭奋斗史。马克龙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自然在学习，事事需要比一般人更卷。从他5岁开始，幼儿园一放学就需要接受好几小时祖母的课业辅导，包括语法、历史、地理和阅读等。多年后，马克龙对这段启蒙生活仍记忆犹新。他表示，每当学校有考试，哪怕是一场无足轻重的小测验，但只要祖母知道了，他都在焦虑不安中等待我回家。马克龙的祖母过去是一名中学老师，后来又当上了校长，所以他对于后代的教育是更为的重视。马克龙后来在祖母离世后，深情地说道：“我可以说是他的最后一个学生，我没有一天不再想念他，也没有一天不再找寻他的目光，因为我希望自己未来的工作无愧于他的教诲。”由于家庭优渥，所以马克龙一路接受的全是法式精英教育。进入学校之后，马克龙爱上了戏剧与钢琴。由于钢琴和戏剧，马克龙还参加了布丽吉特的戏剧课，也就是他日后的妻子。而布丽吉特还是马克龙一个同桌女生的妈妈，所以有时候生活比电影更精彩。马克龙和布丽吉特每周5都会在一起好几个小时，共同创作戏剧。所谓日久生情，一种莫名的情愫，便在15岁的马克龙心中悄无声息地萌芽了。他开始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39岁的布丽吉特就会兴奋和心慌，也许这就是爱情吧。而此时的布丽吉特已经是有妇之夫，还有3个孩子。布丽吉特出生于1953年，是一个商人家族后代，叫特洛尼厄家族，以经营特洛尼厄马卡龙等特色甜品闻名。几乎整个特洛尼厄家族都从事巧克力和甜点业，且生意蒸蒸日上。布丽吉特从小也和马克龙一样，非常喜欢文学。在1989年，他还曾经参选过市长，虽然竞选失败了，不过这次经历却是布丽吉特的政治启蒙，令他得以出窥政治世界。布丽吉特所教的学生们普遍认为他们的老师非常有激情，并且非常随和。他经常会邀请学生们看话剧，兴致好的时候会和学生小喝几杯。一直到了1992年，马克龙进入了布丽吉特所在的天意中学。布丽吉特彼时还完全不知道这个孩子对自己产生了别样的感情，仅仅是把他当作学生来对待。不过马克龙兄妹3人在天意中学，在各自年级中都占据着第1的位置，是全校无人不知的学霸家族。后来马克龙在1993年的秋天，布丽吉特便邀请马克龙和他一起来修改戏剧剧本，一直持续了数月时间。布丽吉特后来说：“我渐渐地被这个男孩的智慧吸引，我们已经在一起很久了，可我始终没有探索到他的底。”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看，马克龙的能力远超正常人的水平。当时布丽吉特的丈夫名为安德烈，是法国银行家。由于马克龙距离他家并不远，只有200多米，可以说是邻居。安德烈当时看这个小伙隔三差五的就到自己家来，还以为马克龙喜欢自己家女儿。不过安德烈也没说什么，觉得只要不耽误女儿的学习就行。而且看马克龙似乎还挺有教养的样子。一直到了马克龙16岁，就向41岁的布丽吉特来了个大胆表白。而马克龙的父母也很快隐隐约约觉得马克龙谈恋爱了，因为他经常以各种借口跑去自己女同学家里。马克龙父母刚开始并没有大惊小怪，相反还很高兴，因为在此之前马克龙一直被家人认为是对女孩没有兴趣的人。但随后他们才震惊地发现，自己的儿子爱的不是同桌的你，竟然是和这个女同学的母亲在谈恋爱。马克龙的妈妈事后回忆说：“我当时说不出一句话，而他的爸爸则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”马克龙父母毕竟是高知人士，并没有做出什么激烈反应，更没有做出关儿子禁闭或是赶出家门等极端行为。他们私下里找到布丽吉特，要求他在马克龙成年之前不与他见面，直到他年满18岁。如果他和他在一起，他将不会有自己的孩子，还说会让马克龙去别的城市上学。作为父母，他们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。另外，马克龙的妈妈比布丽吉特仅仅大3岁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布丽吉特与马克龙恋爱的想法，尤其他们认为自己儿子非常优秀，没必要找一个年龄这么大还结婚生过孩子的女人在一起。后来马克龙父母为了避免2人情感持续升温，只好强行把2人分开，将马克龙转去巴黎读书。在临走前，马克龙找到布丽吉特，他充满深情地说出了那句流传全法国的名言：“你甩不掉我，我会回来跟你结婚的。”马克龙父母当时听到这句话时，觉得这只是少年的冲动之一，他们以为只要拉开了距离，这段孽缘就会自动消散。1994年，马克龙转到了巴黎的亨利4世中学。马克龙是个用情很深的少年，他无法割舍对布丽吉特的爱，仍然强烈地追求着她。但是150公里的距离对于一个高中学生来讲是个难以克服的障碍，当时又没有手机，虽然他也不断写信，但信件来回太慢。马克龙为了解决别离之苦和相思之痛，想到了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早晚都给他打电话。马克龙离开时的那句誓言彻底打动了布丽吉特，虽然身隔两地，但2人之间的书信电话一直未断。这段爱情非但没有被距离拉断，反而显得更加火热。对于马克龙和布丽吉特来说，他们享受到了火热的爱情，但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，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是心急如焚。尤其是布丽吉特的丈夫安德烈，在得知妻子与女儿的同学有外遇以后，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。
安德烈非但没有怪布丽吉特，甚至还开始自责起来，认为是自己哪里没有做好，才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。他想着将自己变得更好，这样布丽吉特就能回到自己的身边。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离开家，前往法国北部最大的城市里尔生活。他觉得分开一下，也许妻子能够回心转意，但他没想到自己这一去就是10年。到了1995年，马克龙高中毕业，他梦想着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，以便之后也和布丽吉特一样成为一名教师。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，天分水平都不差的马克龙却没有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。当时全法国有17所学校给他发了录取通知书，最终马克龙选择了巴黎第10大学，即南泰尔大学。没有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，痛苦不堪，让他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哲学般的思考，所以毅然选择了哲学系，研究方向为黑格尔的高等深入研究。在南泰尔大学度过4年时光后，1999年他从大学毕业。到了2001年，马克龙进入巴黎政治学院，2002年进入国家行政学院，他成为那一届最杰出的学生之一。当时马克龙的不少同学后来都进入了奥朗德政府，奥朗德也就是马克龙的上一任总统。到了2004年，马克龙以国家行政学院头等生毕业，一直到了2006年，马克龙向外界公开了他与布丽吉特的恋情。2007年10月20日这天，马克龙29岁，布丽吉特54岁，两人举办了婚礼。经过10余年的爱情长跑后，29岁的马克龙与布丽吉特在勒图凯结婚。虽然从容貌上看，两人看起来差距很大，但两人的眼神里充满了幸福。有人在马克龙当选总统后总结出一个现象，他们历届总统似乎都有令人津津乐道的情史，拥有4个孩子却没结婚的奥朗德，任期内离婚的萨科齐，绯闻不断的希拉克，直到和自己老师结婚的马克龙。